你舔了校花冷落雪足足7年，舔到极致，可他却一直把你的好当做理所当然。如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宝藏女孩范雅柔，转眼间校庆到了，你和范雅柔住在一起，舞台上的话剧由火灵儿带领的动漫社表演，你凑到她耳边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以前都没见过。几分钟后，范雅柔递过来一瓶水，主动帮你拧开。你渴不渴？我给你带了水。好基友冷风在一旁翻了个白眼，你俩要不要把我杀了助助兴吧？忽然他拍拍你，舞蹈表演来了，快看，是冷落雪。舞台上，冷落雪和舞蹈社的几个人都穿着舞台服，动作接着没人美幻，少女的颜值和舞姿就像星辰一样璀璨。是啊，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就是这般耀眼，她的骄傲也正源自于此。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，不忍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留在心里，学会放弃。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范雅柔沉默了，只是默默地把水接过，把瓶盖拧上。可女孩再次抬起头，就看到你柔和的笑容，心安不少。哪怕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心里好像堵了块石头。节目到一半的时候，瑶瑶坐了过来，你准备起身去趟厕所，她默默提醒，我建议你别去。为什么？万一她是跳给你看的呢？可你只是丢下一句，我以前弹吉他，她也不是每次都会听完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妹妹萧亚贤占了。她戳了戳范雅柔的胳膊，姐姐你放心好了，虽然刚才跳舞的若雪姐姐我也很喜欢，但现在我最喜欢你。很快到了采访环节，一片掌声中，任若雪缓步上前，请问若雪同学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少女微微合手，首先谢谢大家的喜欢，然后我要感谢小凡。主持人愣住了，这个商量好的剧本有出入啊。任若雪继续，对不起，这些感言我好像大一表演的时候就该说的，结果留到现在。少女苦涩一笑，谢谢你帮我这么多，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身边，习惯了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，对不起，无视要你的付出，真的对不起。最后一鞠躬，我希望艰难的毕业晚会还能看到你在我身边，可以吗？周围一片寂静，大家都惊呆了，这还是那个冷女生冷校花吗？随后就是一阵哄闹，要了个命的小凡是谁？晚上别睡太死。小凡是哪个班的？我要跟他1换1。我才刚恋爱就失恋啦。可你却只是叹气，对着范雅柔说，结束了，我们走吧。另一头冷落雪刚到后台，就被瑶瑶抓住肩膀，若雪你疯了。冷落雪面带微笑，我不禁没疯，甚至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，只是个笑容很快扭曲，最后只剩惊泪2行。少女一边偷偷抹眼泪，一边笑着说，没关系的，我在上面的时候没有哭，妆没有化，他看到的还是我最好看的样子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，就像你告白一样，我也当众丢脸了一次呢。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，屋内的湿气像储存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，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另一头，你范雅柔、冷风、萧以前4人走着，本来作为你的死党，他也是很讨厌冷落雪，但没想到现在他来了这么一出。仔细打量了一下范雅柔，这妹子颜值好像不比冷落雪差呀。很快妹妹拉着范雅柔先去校门口，冷风叹气，这要让其他男生知道还不得羡慕死你啊，跟你有牵扯的俩妹子都这么好看，你咋想的？我还以为你会感动哭呢，可你却只是语气森冷。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上，就会知道这么久的伤害继续道歉一点用都没有。等你们俩到校门口的时候，看俩姑娘在小摊旁边吃关东煮呢，你点了点少女额头，来，我送你回家。俩人刚准备走，手机却响了，看到来电之人，你面露尴尬，是冷落雪的爸爸。接起电话后对方的语气很柔和，但也很官方，先是客套问候了几句，接着表示年轻人之间有摩擦很正常，记得多沟通，光闹脾气不能解决问题。最后还约了你有空要陪他吃个饭。好嘞，冷叔。客客气气挂完电话后你松了口气。冷落雪的爸爸是级别很高的高官，跟他打电话多少有点紧张。接着是父母的电话，毕竟和冷落雪家是世交，从小双方爸爸就很看好你们这对，也是问了一下你们之间有没有矛盾，后边挂了。爸爸肖绿金叹气，他和冷爸是好基友，当然乐意结成亲家。不过妈妈王小佳就是不以为然，背了丈夫一眼。我感觉雅柔那孩子就挺好，咱们家小凡肯定喜欢他。你开车送雅柔回去的时候，一路无话，时不时看一眼这个憨憨。少女情绪低落，喂，咱们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？是啊，那你的关东煮为什么不给我吃啊？忙不迭双手递到你面前，对不起，我走神忘记了。哎，我开车呢，你喂我吃好不好？少女愣了一会儿，然后就认认真真吹了起来，感觉差不多后递到你嘴边。很快雅柔家到了，你点了点头，替我跟阿姨问声好。
这次我就不下去了。女孩独自走在灯光昏暗的巷子里，瘦弱的身影时不时还抽动一下。无论怎么想不明白为什么，但就是好难过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她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是孤身一人的自己，突然就离不开萧凡了。好怕你离开自己，好怕你像刚才一样让自己一人离开。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前走，要在外面哭完的，不然妈妈会担心。就在这时，背后声音传来，范雅柔抬起头来，我说过会一直在你身后，就是会。女孩没有回头，但她知道少年就在身后，看到他挺直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家门口，你才转身离开。这时候大雨落下，不得不承认，今天听到冷落雪登楼道歉的时候，你的心的确乱了。可看到少女的样子后，很快下定决心，既然自己闯进了这个憨憨的生活里，肯定就要负责到底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全部过去吧，赶紧忘记过去的一切，把自己的心洗干净空出来，然后想办法早点给这个好女孩带来笑容。范雅柔不是冷落雪的替代品，她也不能是。范雅柔就是范雅柔。这时候手机震动，是她的消息，快回去，别淋雨啊！我在车里怎么淋雨？你是不是傻？你又骗我，我看到了你没走。眯起眼朝远处看，果然看到女孩探出来的小脑袋，忍不住轻笑一声，这憨憨还悄悄回来偷看。等你回到宿舍的时候，雨已经停了，可路灯下却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冷落雪。她来干嘛？女孩越走越近，还是那么漂亮。今天明显特地打扮了一番，展颜一笑，可看到你无比冷漠的陌生样子，心里一紧。和你锻炼的这10几天，每分每秒都无比漫长，让他魂不守舍，就像被丢进牢房，被逼迫不断思考悔过，直到彻底发现你曾是那样热烈爱着自己。可一回头，你已经消失不见。所以这个高傲的被万人捧着的少女低头了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笑了，我从头到尾都没生过你的气，那为什？话说一半便被打断，我只是不想再喜欢你了。女孩愣住，许久后红了眼眶，声音颤抖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回忆咱们俩从小到大的事情，我知道一直以来对你真的很过分，但以后不会了。求求你萧凡，把原本属于我的爱还给我好不好？这还是你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冷落雪用乞求的语气说话。她家庭条件远非常人所及，金钱权利一个不缺，美貌还高于常人。可面对如此苦苦恳求的少女，从你这得到的答案还是2个字：不好。唰的一下，泪水流出，一滴滴落到地上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喜欢了我7年吗？明明以前那么喜欢我的。从小到大，萧凡最见不得自己哭了，为了不让自己流泪，他在小学打过架，在初中逃过课，在父母离婚的时候没日没夜陪在身边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呀！可却被自己硬生生改写成了一点都不美好的結局。痛，太痛了。としていても映し出す日が来るかな、ぼやけた答えが見え始めるまでは。你淡然一笑，是啊，我是喜欢了你7年，不过你也说了那是以前，你凭什么会认为我会一直喜欢你呢？我不后悔以前对你那么好，也不后悔自己的付出，但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，以后不会了。我对你的喜欢早就被你亲手弄得千疮百孔，所以就算那天你接受了我的告白，我们也回不到以前。我希望你开心点，以后就各自过各自的人生吧。晴天霹雳，冷落雪感觉自己有点可笑，几分钟前都是觉得自己只是没把握住机会，压根没想过自己对男孩的伤害是日积月累的。我只是习惯了而已，我还想继续解释，可你把手指放在唇边，意思很明显，这是在给这段感情保留最后的体面。冷落雪擦干眼泪，那拍张照我就走。你拗不过他，找了个夜跑女生帮忙拍了合影，随后离去。这次轮到你给他一个决绝背影，为什么我越冷漠你越主动呢？你想不明白，心情也有点低落。不知什么时候雨又开始下了，另一头姚希死活拨不通冷落雪电话。回到宿舍楼下，就看到他愣愣蹲在那里，双眼失去高光，腰叹气，也蹲在身边，让少女的头靠在自己肩膀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瑶瑶心疼，但只能苦笑，你跟我说没有用啊，笨蛋，当时我就跟你说了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哭啊，可是跟他说也没有用啊。